北京、天津、河北、山西、内蒙古 TDS 均值为320毫克每升；四川、云南、贵州、西藏、重庆 TDS 均值在167毫克每升。如果将中国大陆划分为华东、华南、华中、华北、西北、东北、西南7个大区域，华北地区水质硬度最高，是华南地区的5倍。大家好，这里是沃瓦的咖啡频道。为什么你的咖啡机没用上半年就故障频发？为什么二手咖啡机商在听到你的所在地后，再低的价格也不愿意回收你的咖啡机？看似清澈无比的水，究竟对你的咖啡机做了什么？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水对咖啡机的影响。上篇我们将通过不同地质到水质看水垢对咖啡机的影响，下篇我们将直观的通过一个水垢的咖啡机之旅，来看水垢对咖啡机的影响。在讲萃取率和水对咖啡风味的影响那2期中，我们了解了 TDS， 就是每升水内总溶解物固体的含量。那么，为什么不同地域的 TDS 值相差如此之大呢？首先，让我们来看一下水的硬度分级。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所公布的数据，一碳酸钙含量为标准0至60毫克每升为软水，60至120毫克每升为中等软水，120至180毫克每升为硬水，大于180毫克每升为超硬水，而少于10毫克每升的为超软水。我们要知道不同地质对水产生的影响，例如岩石地貌，石灰石和白云石由于钙镁离子较高，会导致水硬度较高。花岗岩和玄武岩通常会使水质变软，但矿物质含量更高，如铁和锰。采矿业和城市化地区可能会含重金属和其他污染物。城市中由于混凝土和沥青的增加，会导致地表水流加快，污染物带入水体。气候和风化问题也可以影响水质。岩石的风化会将岩石分解的矿物质和离子释放到水中，影响其成分。恶劣的气候也会影响水质的改变，例如强降雨会增加水的流经和污染物向水的输送。这也是为什么在地质气候灾难过后，往往会爆发局部的疫情，一般都是水质在短时间内受到改变的原因。再让我们说回水，根据中国社区水质报告显示，华东、华南、华中、华北、西北、东北、西南7个大区域，华北地区水质硬度最高，是华南地区的5倍。华北内蒙工业中心水质硬度偏高， TDS 均值在320毫克每升。东北地区由于老工业化城市转型期，水质较华北地区值低，均值为197毫克每升。华东地区均值为216毫克每升。由于华东地区包括大部分沿海城市，各地经济支柱产业各有不同，水质良莠不齐。例如水质差的聊城、菏泽，也有水质较好的地区，丽水在100毫克每升以内。华中地区位于中国中部，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游地区涵盖海河、黄河、淮河、长江4大水系，水质度较好，在142毫克每升。华南地区以广东省水质最优，整体均值在65毫克每升，属于偏软。西南地区以盆地、云贵高原、青藏高原为主，主要经济支柱为旅游、酿酒等生态产业，水质为167毫克每升。而西北地区水资源匮乏，土地盐碱化，水质硬度较高，为276毫克每升。要注意的是，以上为均值，不乏某些地区的 TDS 值会出现夸张的极高或极低的表现。再让我们来看看水垢的形成。当水被加热时，由于水中溶解物的物质不同，有的在高温下会达到饱和并开始沉淀。水中含的矿物质钙、镁离子会与碳酸氢根离子结合生成碳酸氢镁、碳酸氢钙。水在沸腾时会释放二氧化碳，碳酸氢钙转化为碳酸钙，碳酸氢镁转化为氢氧化镁，二者都是极为稳定且不溶于水，外观是白色、灰白色或黄白色沉淀物。而水垢的主要成分便是碳酸钙、氢氧化镁和碳酸盐，导热系数很低。随着水垢的形成，水垢很可能会捕捉铜、铅、铬、镍、锌等重金属。有许多指标可用于评估水是否可能形成水垢。最常见的指标之一是兰格利尔饱和指数，该指数是在20世纪30年代指定的。它依靠 pH 值、碱度、钙、总溶解固体和水温的关系来确定是否会形成水垢。水垢是否会溶解，或者水垢是否会发生变化。讲了地域与水质以及水垢的形成，来让我们看看水对咖啡机的影响，或者更准确的说是水垢对咖啡机的影响。
如果我们不选用正确的水源或是其他设备对水进行改善，那么在以 TDS 值最高的华北地区为例，可能在你使用自来水一段时间后，你开始发现咖啡机的升温时间似乎变长了，那是由于水垢在锅炉的加热体上结构，导致热传导下降。当你使用自来水又过了一段时间后，你会发现在一定时间内的出水量似乎也有所变化，蒸汽量也在变小，那是因为水垢开始在管道内结构，使管道变窄。在又过了一段时间后，你惊讶地发现似乎电路也开始出现问题了，锅炉甚至无法加热，压力表也出现不稳定的状况，各个管道阀体似乎也无法正常工作。水垢对你的咖啡机究竟做了什么？为什么这个白色的沉淀物能让你的咖啡机变成一堆废铁呢？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下一期让我们以一个水垢在咖啡机的内部之旅，来直观地看一下水垢对你咖啡机的伤害究竟有多大。我们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